BT01的震荡波整体的盒子还是挺长的，它其实不大，只是长点。外边这里有一个那种比较模糊的信号不太好的一个震荡波的造型，其实前后都差不多，只不过摆的造型不一样。盒子很厚实。纸品方面有一张说明书，但是这个说明书画的我今天研究变形的时候发现，这个图从第17步、18步开始到25步，中间这几幅图全部都是画错了的，就是镜像反了，左右反了。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会很迷糊。我一开始呢，我是说咋中奖了，是不是两个腿顺边了？我以为是这样后来我看了一下，不是，是它的这个说明书的图这个图镜像左右颠倒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实物吧。其实这一回的配件并不多，而且全部装在了身上。首先一个大大的臂炮，然后头里边的一个发光模组，还有臂炮连接背部的这一个管子这个管子其实是铁丝弹簧的，有点像啥呢？之前柠檬树震荡波带的就是这种铁丝弹簧管，很有质感。然后是神奇的地方来了，我一直觉得外转震荡波的这个造型其实可像擎天柱了，无论是腰甲啦、小臂啦、那些内骨骼包括这个脚板的造型都和擎天柱很像。而这一回呢，这个 BT 就很明确的告诉你，妥妥的内鬼，这玩意儿里边带的能源宝你敢信？我操，这还是个铁的合金的能源宝，为什么震荡波会带能源宝？你还说你不是擎天柱，你是内鬼，这个太神奇了。为啥？其实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两个脚的造型是一样的，跟擎天柱很像。腿部嘛，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它这个外甲比较宽厚腰部、胯部这一块都很像，甚至小臂这块的造型也和擎天柱是很相似的。屁股甲、后腰背这块也都很接近甚至小腿肚子。我一直感觉这个震荡波是不是擎天柱冒充的？也是等看外传到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解释吧。或许后续的变形金刚电影里边慢慢的会有这些剧情的加入吧。它的比例线是按这个，但是我觉得个头有一点小了，所以这就是个事儿我们看这两版应该都是给出的设定图的一个概念了，这个应该上面也有标准的数据。首先上边的这张设定图，声波和震荡波是一边高的，下边这张图呢，声波和震荡波中间差了不少震荡波要比声波高出来一个脑袋，所以到底按哪个做是对的呢？这就很奇怪所以最后呢 ，BT 的这家震荡波，我觉得它是不是在这两个设定图中间折了个中就是说，它比第一张的设定图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然后比第二张的设定图稍微又低了那么一点点，也就是半个头左右的差距吧。就这个大黄蜂和擎天柱的身高，30最起码这一块大黄蜂就做的太大了。小号手的这个比例就更不能比了，小号手的闪电跟大黄蜂，这也是有官方正版授权的，它的比例也是一言难尽吧。所以这就翻回来说我特别觉得这种比例这个东西真的没谱，大家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你想现在的电影，尤其离咱们最近的一个电影外传，它已经有了一个官方的设定概念，而且现在这些技术了、比例了什么的都比较严苛了，结果它做出来了依旧是，不管说是有版权的还是官方的设定图，还是什么第三方甚至官方自己，其实也没啥比例概念，就更不用说翻回去我们看老记忆动画所谓的 arc 比例什么的，也只能说只作为一个参考吧，并没有任何什么的实际意义。比例党就按你自己心目中的来就行了，别太将就了，将就来将就去了，哪个都是错的。首先来看一下上半身胸板头部这里的刻画，刻线了，包括一些内构的细节倒是十分的漂亮，而且这么大的胸口这里用了纯透明的玻璃，
后背的这个感觉也很漂亮，包括这个腰腹部这块装甲的造型和涂装，而且它这回做弯腰关节的时候啊，有点刻意做出来那个30式的弯腰关节，而且里边的内容刻画，羊蝎子一根一根的，也刻画的挺好，但是它层次并不多，没有像30的展现出来那种2、3层、3、4层的感觉，它只是2层。不过也不错啦，作为一个可变形的玩具来说，这块也很好看了。最早它公布出来说要做这个震荡波的时候啊，那个宣传图里边我记得是那种特别闪的感觉，而实物的大货呢，这一块又是那种很脏灰蒙蒙的，包括在一些缝隙里边它专门做了旧，这些地方有做旧的涂装，尤其这2条大腿很明显，就是感觉是一个白底子，然后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吧，就发黄了，缝隙里边也是脏脏的，腿部这块脏的小腿上边尤为明显，还有脚板上的油污感。旧画做的还行吧，作为一款量产的成品玩具来说啊，做的还可以，而且这个价位500来块钱能给你做成这个样子，不错了。这个扁宽的大脑袋啊，我们把它拔下来吧。头部这里有发光的机构，跟这个地方碰一下，这块里边是一个大磁铁，磁铁开关啊，再吸一下就灭了。里边装2节 AG1 号的电池，整体来说造型还不错吧，还可以。唯一美型度上面我觉得有一点不好的就是这个拳头显得有点小，这块手小吧，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变形结构啊，因为拳头最后要变形折叠到小臂里边，可能尺寸限住了。然后可动头部这里360度旋转的话也没啥太大的问题，能转过来。点头抬头球关，肩膀360度旋转，打开肩胛平举，也能举到很高。因为变形的需要嘛，这个地方2头肌也是可以转的。胳膊肘能去到90度多一些，手腕左右能转，全指可动都能打开。腰部刚才我们看到弯腰关节很漂亮，左右旋转也是变形的需要，裙甲撩开，大腿这里类30的那种下托式的胯部啊 ，U 型关节，所以呢，踢腿什么的也是问题不大的。不过这一款身上并没有任何的齿轮关节，就全是轴。后踢、侧踢，得把这个胯拉出来啊，它才能踢。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膝盖是双段关节，从这里折叠一段，然后后边这里还能往上折一段，里边也不会脱肉啊，有一些挡肉的键，造型做的也是不错的。脚踝这里左右有接地，是个球关，而且在这里边变形的时候，我们一会儿看到里边有很多的转轴，就导致了这个震荡波啊，你在站立的时候，脚踝这里会稍微的难调一点重心，但只要把重心调稳了，站立还是问题不大的。其实这款震荡波啊，看起来个头挺大，如果说对比同大小的一个玩具啊，它的质量还是挺轻的。这个变完了以后是一个咱们印象当中震荡波的那种外星式的大激光枪，但是官方现在在核心级里边给出来的，它变的是一个自走坦克，也就是跟 TFP 那个震荡波差不多。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大臂炮卸下来，左右这里其实也不用打开，直接拔就行了。然后呢，为了方便展示吧，我们还是把这个弹簧的金属管子拔出来，打开这里看，这里有2个强力磁铁啊。我们先把这个盖子掀开，不用管它，这个就放到一边去。第一步的变形，先把胳膊变出来，手臂这里收纳起来。这个盖子下方是一个双段关节，拉开了就行。然后把拳头旋转藏进去，
压扁，卡扣插住。接着肘关节这里掰直，肘关节这里也是双段的。肩胛跟它们先打开，然后顺着这一块的二头肌旋转个180度，放成这个样子。接着我们把胸口的这一大坨打开，下方这里有卡扣插着，整个打开以后，注意一下下方这里的连接位置往出蹬一下，拉长，哎，腾开更多的空间。这个时候把脑袋连同脖子下方的这一块整个的压进去，压进去以后摆摆正，耳朵这两片转一下放过来。好了，这回就可以盖了，跟内鬼。胸口再盖上，然后我们翻到背后来看啊，这个弯腰关节上方这里有一个小卡扣，这个地方的卡扣要插合到底，卡死了。接着我们旋转一下腰部，旋转个180度。好。接着把胯部这里往下拖开，拖松了，腾开更多的空间。然后看到这里有一个卡槽，我们需要把裙甲旋转180度翻上来，然后把这里的卡槽结合上。先扣裙甲，这个地方是说明书漏画了的。把这块的卡槽结合上。然后再翻到另一面来，把这两个紫色的盖子打开，完全的打开立起来，先不用管它。接着背后这里两片紫色往下旋转，旋转到下方这里有一个凸点的扣子，里边这里不太好看到吧？这里边有一个暗扣啊，稍微的提起来，把这个扣子结合。所以呢，你一定要先翻这个裙甲，把这块扣住，不然这里上下会挡到。好，把这个扣子结合上，接着把两个肩胛放下来，可以了。然后就是把手臂立起来，手臂立起来，先不要结合，我们先变成这个样子。把臂泡拿出来，好，先这么夹住。变形是不难啊，它太大了。然后注意这两个带磁铁的扣子下方这里两个卡扣的结合，这里再夹住，夹住。这一根呢，我们就从里边撸出来，然后插到随便找个地儿插上去就行，插这儿吧。好啦，上半身其实现在就变好了，不用管它。拆开腿肚子后边的卡扣，然后往下转一点点。左右拆开，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是顺边的一样，但其实呢，这个设计就是这个样子的，也是很偷懒、很取巧的一种设计吧。它要把这两块结合到一起，变成握把，这两块再对插到一起，结合成枪后边的位置，挺好玩的一个结构啊，也很巧妙，也很省钱。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说明书的问题了。说明书上边这两个零件是画反的，所以你第一次看的时候会比较迷惑。我们拿出其中的一条腿吧，因为最后这一块翻下去以后，这两个结合是要形成握把的位置。我们现在把这一条腿拿出来，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黑色零件，我们把它立起来一个90度，90度立起来。再把这一块的一个关节往下折90度，折到现在的样子。接着再从这个地方的关节再往里旋转，倒过来，你就会发现下方这里有一个长一点的扣子，卡在这个宽一点的洞里。这两个洞啊，一个窄一个宽，卡后边的这个。好，我们再对一对。
这一块对齐为原则，卡扣插进去了，脚尖儿往前提一下吧，两条腿胯部这里就可以归位了。现在归位缩回去，然后左右把这里边所有的卡扣插合起来，小腿肚子这里形成的左右对插，然后再锁上。好，锁住，这个样子，把它再旋转180度，好紧啊，这个地方。说明书是让你这样结合，最后这个地方会顶到啊，但是我感觉这个说明书还是画错了的，就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因为我发现，当你打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会有一个竖的插孔，横的插孔是人形的时候卡这两片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只用到了一个卡扣。竖的这个插孔是干嘛的呢？说明书没画，然后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扣子，这个扣子人形的时候用不到，那就说明它是枪形用到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样扣合，这应该才是这个设计师原来的扣合的想法吧。然后我们把对插这里的卡扣结合上，而且现在嘛，这里也就相当于把这个枪的握把给你锁上了，锁住以后，它在这个地方不会乱动了。接着会发现这块没锁住，这就是说说明书又一个漏画的地方。这两个紫色的裙甲这里还有俩卡扣，说明书这一步没画，你要把这里再锁上，就固定起来了。接着两个肩胛下方这里还有两个小锁扣，把这里再锁上。好了，震荡波外转造型的这款 BT01 变形完成就是这个样子了，它就可以支棱起来了，还是很大的。变形很简单，算是比较流畅，但是说明书上边有画了很多遗漏的地方以及画错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看着视频来变形吧。包括一些细节的地方可以指示得到，锁上以后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这块空空的，这个大窟窿就没有办法去阻挡了。倒是很聪明的利用到了左右对插的镜像零件，来让顺边的零件达到合理的效果。总的来说性价比很高了。就目前啊，对于变形金刚这块的第三方市场里来说，这么大的一个身高，500来块钱，涂装造型都不错，还附带一个变形。就算这个变形是送的，把一个人形放在那儿看看也不赖了。人形很漂亮，就是唯一一点啊，脚踝这个地方站立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重心。其他的方面来说，反正对于一个这个价位的，你还有什么好评价的呢？这身涂装基本上已经摆在这里看了嘛，按我的变形指示来就绝对没毛病了。总体来说很帅了，个头也很大，性价比真的挺好的，还不错吧。